大家好，我是艾森。话说啊，就在不久以前，2025年的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那个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了一个短视频，哎呀，那叫一个火爆。画面里头，加勒比海碧海蓝天，一艘船轰的一声就被炸成了一个大火球，而且特朗普还用他招牌式的口气配了一段文字，那叫一个霸气侧漏。我给您念念哈。我们刚刚把一艘从委内瑞拉出发，由特伦德阿拉瓜黑帮运营的贩毒船，连同船上11名毒品恐怖分子一起从地球上炸飞了。您听听看，美国的大总统跟个网红似的，亲自下场现场直播炸船，一艘船11条人命，连法庭审判都免了，直接给你物理清除掉，够不够劲爆？但是如果你以为这个就是全部的故事，那可就是太天真了，因为这个仅仅只是一个开场的锣鼓。就在特朗普发帖子的同时，整个加勒比海那可真是非常热了哈。美国的硫磺岛号2栖公路舰，这玩意儿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型的航母，它带着浩浩荡荡一大群小弟，8、9艘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水下还跟着一艘核潜艇，天上有 F-35的隐形战斗机在盘旋。好家伙，真的是乌压压的一片，把委内瑞拉的这个海岸线给堵了个严严实实。船上还拉着4500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随时准备抢滩登陆。那这个阵势是1965年以来加勒比海地区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白宫跟五角大楼给出来的理由，那叫一个冠冕堂皇，说我们这是要开启一场禁毒战争的新篇章，要用我们美国的铁拳直接打击那些贩毒集团，尤其是委内瑞拉那个叫做阿拉瓜的黑帮，而且他们的矛头是直指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说他就是这些毒品恐怖分子的总后台。您听听看，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被毒品侵害，对于一个邪恶的邻国委内瑞拉，一个毒品政权马杜罗进行正义的打击。这个叙事简单清晰，而且充满了道德的力量，是不是？老百姓听起来特别爽。如果拍成好莱坞大片，票房肯定差不了。今天这个视频，我们要把这些看起来天衣无缝的故事给它来撕一个口子，看看里面到底藏着啥。加勒比海这样一场大戏的真正目的跟芬太尼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跟可卡因关系也不大，其实不是什么毒品网络的打击战，甚至跟委内瑞拉本身的关系都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小。这是一场21世纪的炮舰外交，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战争碰瓷。它是在加勒比海搭起了一个舞台来唱戏，但其实是演给远在8000英里之外的中国看的。我们来看看这样一场禁毒战争的谎言背后到底藏着一场什么样的地缘政治的博弈。好了，我们先说第一部分，就是整件事情的漏洞到底在哪儿。那一个国家要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动武，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正当的理由，对不对？那文雅一点来说，就是战争的借口。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的操作非常的滑溜哈。第一步叫做法律铺垫，早在半年以前，2025年2月份，美国国务院就把委内瑞拉这个黑帮特伦德阿拉瓜给戴上了一顶大帽子，叫做外国恐怖组织。那你不要小看这个标签哈，因为这样一下子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以前你叫他毒贩，那抓毒贩的话是警察的事儿，叫执法，目的只是抓人。现在你给人家贴了一个恐怖组织的标签，那对不起，就轮到军队上了，这个叫做军事打击，目的是什么？是消灭。这个就给美军在公海上定点清除提供了国内的法律依据。所以你看这一步棋它提前就走好了。第二步叫做舆论造势，美国的财政部他直接点名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说他想用毒品当作武器来对付美国。好家伙，一个在任总统被另外一个国家直接定义成了恐怖分子的头目。紧跟着特朗普本人、国防部长他们轮番上阵，话说的一个比一个狠，我们要在整个西半球追踪消灭他们。所以你看一整套的组合拳下来，
一个委内瑞拉是毒品恐怖主义国家的剧本就已经给写好了。但是这个剧本写得再好，也架不住有人不按这个剧本来演戏，尤其是自己人。那这个剧本最大的漏洞恰恰来自于美国政府内部哪一个部门呢？就是美国的缉毒局 DEA。那就在美国大兵开到加勒比海的时候， DEA 他们自己发布了一份官方的报告，叫做2025年全国毒品威胁评估。这份报告里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现在在美国造成几万人死亡的非法毒品芬太尼，绝大多数是墨西哥的贩毒集团从中国搞到化学原料，然后自己生产，然后通过美墨边境偷运进去美国国内的。 DEA 的整篇报告压根儿就没把委内瑞拉当作是芬太尼的主要来源国。这一下你说逗不逗？这就好比是什么？就好比房子着了火，火源在厨房，结果消防队一到根本不理会房子的主人，消防队一挥手说给我把这个房子的厕所用水给淹了，这不神经病吗？是吧？除非他的目的来到这个房子根本就不是救火。白宫拿给军事行动辩护的核心理由，被自己最权威的禁毒机构用官方报告啪的一声给否了，自己打自己的脸，啪啪啪打的那叫一个响。那如果说自己人打脸还不够疼，那接下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出来了，给了特朗普政府更狠的一巴掌。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哥伦比亚的总统佩特罗。你要知道，哥伦比亚在过去几十年，那可是美国在南美禁毒战争当中最铁的哥们，是盟友当中的盟友。结果这位佩特罗总统跑到联合国大会上，指着鼻子骂美国，说你们在加勒比海的行动是谋杀，是暴政。他甚至直接说，美国人嘴里那个由马杜罗领导的所谓太阳卡特尔压根儿就不存在。更搞笑的是，这个哥伦比亚的总统还号召美国的军队不要听特朗普的话，结果直接被美国政府给吊销了外交的签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面，在你禁毒战线最铁的兄弟当着全世界的面站出来说你是个骗子，这不就是釜底抽薪吗？你把整个故事的根基都给人家刨掉了。最后我们再看一看美军派去的那些家伙事儿。首先是 F-35 隐形战斗机，这是干嘛的？这个是用来对付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的。导弹驱逐舰上头装着战斧巡航导弹，这是用来打几百公里外地面目标的。你用这些东西去打几艘贩毒的小快艇吗？这根本不是杀鸡用牛刀了，这个是用星球大战里头的史星去打一只蚊子，这纯属行为艺术了。所以你看，在情报上的自相矛盾，在行动上的反应过度，而且还有盟友在背后捅刀，所有的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在加勒比海的这样一场上演的所谓禁毒战争秀，就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声势浩大的这场表演到底是给谁看的？好了，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我来聊一聊我对这件事情的几点看法。第一点，我想说的是，这压根儿就不是一场禁毒战争，而是一场针对中国的后院清理的运动。我们先看看这个牌桌上到底有几个玩家。明面上是美国跟委内瑞拉，但实际上背后还站着两个大块头，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美国这场大戏藏着好几层的目的，最核心的一层就是地缘政治。美国历史上有个词儿叫做门罗主义，100多年以前说的，那个意思非常简单，就是美洲是我们美洲人的美洲，你们欧洲这些老牌帝国别想来我后院插手。今天特朗普政府搞的就是一个门罗主义的 2.0 的版本，只不过他们眼里的欧洲列强现在换成了中国跟俄罗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在委内瑞拉的家门口摆开这么大的阵仗是在干嘛？他是在向整个拉丁美洲、向整个南美洲喊话，是在杀鸡儆猴。这个鸡就是委内瑞拉，这个猴就是拉美其他那些跟中国、跟俄罗斯眉来眼去、走得太近的国家。华盛顿这个是在告诉自己后花园的这些妃嫔，看清楚了，谁要敢再跟我的主要竞争对手
暗通款曲的话，谁就得准备好承受后果。这个是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的大背景底下一个非常明确的动作，先把自己的核心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后花园给它清理干净。所以这一炮名义上是打给马杜罗听的，实际上是打给8000英里之外的北京听的。这是一出现代版的指桑骂槐。我的第二点看法就是，你必须得理解特朗普这个人，他是天生的交易大师跟表演的艺术家。他干的很多事情，不只是为了结果，也是为了一个表演的效果。对外强硬，从来都是美国总统转移国内矛盾、拉抬选票的一个好办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复杂的委内瑞拉的问题，被他包装成了一个打黑帮、反毒枭的故事，是不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容易被美国人来理解呢？那些炸船的视频，配上把你们从地球上炸飞的狠话，这样一个果断的、强硬的领导人的形象，不就立起来了吗？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古巴裔跟委内瑞拉裔的选民，他们最吃这一套，所以大炮一打响，选票哗哗啦啦的就来了。而且你别看他摆出一个要打仗的一个非常浩大的架势，但他真的想打吗？我看未必。美军在委内瑞拉海岸的部署的规模看着非常吓人，但真的要入侵一个有好几百万民兵的国家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有情报说，双方还在通过卡塔尔这些中间人保持着秘密的沟通。这个说明什么？说明特朗普的目的他不是想要入侵，而是胁迫。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经常说的极限施压。他拉开一个我要跟你拼命的架势，派出军队在海岸边把你团团围住，就是要吓唬你，然后逼你上谈判桌，逼你就范。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玩法，成本最低，收益可以非常大。而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为什么偏偏是委内瑞拉呢？因为它背后站着中国跟俄罗斯，这个才是问题的核心。过去20年，中国在委内瑞拉是下了血本的，通过那个石油换贷款的模式，给了委内瑞拉超过600亿美金的贷款。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委内瑞拉是全世界接受中国融资最多的国家，这等于说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在委内瑞拉这儿上了一道重重的保险。到了2023年，两国的关系已经升级成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您听听这个词儿，全天候，这不是随便叫的，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准联盟的待遇了。那如果说中国是马杜罗政权的大金主，那么俄罗斯呢，就是他的保安队长。莫斯科卖了大量的先进武器给委内瑞拉，什么苏30战斗机啊、S300防空导弹等等。更狠的是，俄罗斯还时不时的派能够带核弹头的图160战略轰炸机不远万里的飞到加勒比海，跟委内瑞拉搞联合军演。这是在干嘛？这就是明明白白告诉华盛顿，委内瑞拉他不是一个人孤家寡人在战斗，人家上面有人。你看，一个出钱，一个出枪，中俄联手在委内瑞拉，在美国的后花园打造了一个战略支点。他们图的是什么？就是在全球的大棋盘上牵制美国。加勒比海的局势越紧张，美国就越需要把它宝贵的军事资源从亚太、从东欧调回来。这个客观上不就减轻了中国和俄罗斯在自己家门口的压力了吗？对不对？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围魏救赵的策略，让你的后院起火，让你首尾不能相顾。所以当美国决定要拔掉委内瑞拉这颗钉子的时候，他的目标就绝不仅仅只是马杜罗，而是要敲打他背后的中俄，就是要拆掉这个中俄联合保护伞。最后，我的第4点看法就是这个事儿你得把眼光放得更远，这个标志着美国战略的一个大转型，它完美印证了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反复讲的5年窗口期的理论。很多人一看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从乌克兰泥潭里面往外拔腿，就觉得哎呀，美国不行了，他搞不赢中国了，要龟缩回北美。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我给各位打个比方吧，过去的美国是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兵强马壮，充当世界警察。但是现在国力相对衰落以后，要应对中国的崛起，他才发现全球的事情都要管，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
就像一个张开的手掌，你想要按住全世界好几个地区的热点，结果就是力量分散，哪儿你都按不实。那你美帝在全球各地忙着救火的时候，一不留神已经让中国做大了。这个就是美国在过去40年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但是现在他必须要做一个痛苦而且必要的调整。第一步叫做收回手指头，要从阿富汗、乌克兰这些地方抽身，让欧洲盟友或者是中东的盟友自己多出点力。第二步叫做攥紧成拳，现在国内刮骨疗毒，先把收回来的军事啊、经济啊、外交能源先集中起来，把自己的后院清理干净，确保自己后顾无忧了，形成一个强大的拳头。然后第三步呢，才叫做重拳出击。那这个拳头要打向谁？显而易见，就是他认定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所以你看，加勒比海这次的军事行动就是攥拳过程当中的一个关键动作。它不是说美国衰退了，美国的确也是衰退了，但是它现在并不是全面龟缩，恰恰相反，它是在重新积蓄力量，准备进行更集中的、更猛烈的对抗。这个也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反复讲的，未来5年是中美博弈最危险的窗口期，一个大国博弈最紧张、最容易擦枪走火的时刻正在到来。而委内瑞拉的炮声就是这一场更宏大全球竞争的序曲。那么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这场戏会怎么样收场呢？我看大概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种也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种，叫做武装对峙，象征性的打击。说白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美军的舰队就在加勒比海那儿待着，然后给你制造高压，隔三差五就用无人机或者是导弹炸委内瑞拉境内所谓的毒品实验室啊、简易的机场啊，既展示了美国的决心，但是又避免战争升级，用最低的成本跟风险尝试来实现它的战略目标，就是让你不得安生，让你持续的流血，把委内瑞拉从中国的一个战略资产变成是一个不断的流血的一个沉重的战略包袱。那第二种可能性叫做交易的艺术，特朗普嘛，一切都可以交易，没准过一段时间，为了国内选举的需要，或者其他地方出了更急的事儿，他就能跟马杜罗私底下达成一些默契，比如说让委内瑞拉把美国境内的一些非法的来自于委内瑞拉的这些移民全部都接回去啊，让马杜罗在一些地方做一些让步，然后美国呢放松一点制裁，大家各取所需，危机暂时缓解，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第三种可能性，也就是最危险的一种，叫做意外的火药桶。战争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不理性的，两边都剑拔弩张，神经高度紧张的时候也容易出意外。比如说美军一个无人机因为情报的错误炸错了目标，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或者是委内瑞拉的军队擦枪走火打下来一架美军的侦察机，那这样子整个事情有可能就会把导火索给点燃了，局势有可能会螺旋式的升级，一场原本可控的胁迫行动就有可能演变成一场谁都不想看到的区域的战争。当然这样一种可能性是最小的，特朗普他只是想要吓唬吓唬，他要确保后院不起火，他并不是想要直接下场把不听话的给灭掉。所以那些说五角大楼召集800多将军开会是为了和委内瑞拉开战的这种说法是不靠谱的。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加勒比海的危机，它的真相不是一场禁毒战争，而是一场服务于全球大国竞争跟美国国内政治的武装表演秀。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全新的冲突类型，军事行动、信息战、社交跟极限的外交被前所未有的搅和在了一块。所以林认为美国这样一场精心策划的武装大戏最终会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吗？这样一种高强度的胁迫外交是能够重塑地缘政治的格局，把中国的影响力从美国的后院给排挤出去，给清除掉，还是会引火烧身，让美国陷入另外一个战略的泥潭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不要忘记点赞分享，欢迎您订阅艾森的频道，并且加入我们的会员，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